娱乐圈从不缺话题，但有些名字总能让话题瞬间爆炸。最近，在赛车圈与娱乐圈交汇的一个事件中，王一博再次成为风暴中心。有人突然抛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：如果没有王一博参加 GT3 比赛的门票，真的会卖不完吗？这一句话在网络上掀起了巨大波澜。支持者认为这是对王一博影响力的真实认可，质疑者则认为这是粉丝经济的夸大宣传。然而，一位业内人士的爆料却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据这位业内人士透露，近年来赛车赛事在中国的发展虽然越来越成熟，但观众结构却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。真正因为赛车技术而来的专业观众数量稳定，而大量新增观众其实是被明星效应吸引而来的。而王一博恰恰是这个变化最典型的例子。当一个顶流明星走进赛车领域，带来的不仅仅是关注度，更是庞大的粉丝群体、社交媒体热度以及品牌曝光度。某种程度上，比赛已经不仅仅是比赛，而是一个巨大流量入口。因此，当有人说如果没有王一博， GT3 门票可能卖不完时，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刺耳，却触及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。在今天的娱乐时代，流量已经成为赛事商业模式的一部分。但这真的是全部真相吗？还是说这只是冰山一角？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王一博和赛车有关时都感到惊讶，毕竟在大众印象里，他是演员、歌手、舞者，是舞台上的焦点，是荧幕上的男主角。然而事实上，赛车对于王一博来说并不是一时兴起。在许多公开采访中，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对摩托车和赛车的热爱。从职业摩托车比赛到汽车赛事，他一直在不断尝试突破自己的极限。对于他而言，赛车不仅是兴趣，更像是一种自我挑战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正式参与 GT3 赛事时，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明星。有人开始好奇，他到底是来玩票的，还是认真比赛？而随着比赛成绩逐渐公开，一些专业车迷也不得不承认，王一博并不是完全的流量选手。他在赛道上的表现至少证明了他确实投入了时间与努力。但与此同时，一个新的问题也出现了。当明星进入一个专业领域时，关注点往往会被转移。许多观众来到赛场，并不是为了看比赛本身，而是为了看明星。于是，比赛的意义开始发生微妙变化。在娱乐产业中，有一句非常现实的话：流量决定曝光，曝光决定商业价值。当王一博宣布参赛后， GT3 赛事相关话题迅速登上多个平台热搜。短短几小时内，讨论量暴涨，许多原本从未关注赛车的人也开始搜索比赛信息。这就是明星效应的力量。一些票务平台的数据也显示，在王一博确认参赛后，门票搜索量明显上升，甚至有粉丝专门跨城市购买门票，只为现场见到偶像。然而，一位赛事运营人员却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明星确实能带来观众，但赛车最终还是要靠比赛本身留住观众。换句话说，明星可以让人走进赛场，但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赛车本身的魅力。这也是许多传统赛车迷最担心的一点，如果赛事过度依赖明星流量，是否会让比赛逐渐娱乐化？那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还透露了一件事情。他说，其实很多赛事组织方都面临同样的困境。专业赛事需要关注度，而关注度往往来自明星。这并不是赛车独有的问题，在电竞、篮球甚至音乐节中也都存在类似现象。明星加入可以带来赞助商、媒体曝光、社交平台讨论度，这些都是赛事运营不可或缺的资源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也会带来压力，因为一旦明星退出，关注度可能会瞬间下降。于是，一种矛盾出现了：赛事既需要明星，又不能完全依赖明星。这位业内人士最后说了一句令人感慨的话：如果有一天，中国赛车不需要明星也能座无虚席，那才是真正成熟的体育文化。
在这场争议中，王一博本人其实很少回应，他依旧按部就班训练、参赛、准备比赛。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，这种沉默反而显得格外坚定。许多车迷后来也逐渐发现，他并不是只在镜头前出现，而是真的花大量时间练习驾驶技术，研究赛道。有些人开始重新评价他，或许他既是明星，也是赛车手。这两种身份并不一定互相冲突。在过去，体育赛事的核心永远只有一个，竞技本身。车迷来到赛场是为了看速度、看技术、看赛车手在极限状态下的博弈。然而，在今天这个流量主导的时代，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赛事生态，那就是粉丝经济。当王一博确认参加 GT3 赛事之后，许多此前从未关注过赛车的人突然开始搜索赛程，了解车队，甚至购买门票来到现场。对于赛事主办方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体育赛事最重要的就是观众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。很多观众来到现场，并不是为了比赛本身，而是为了见偶像。在社交平台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粉丝分享自己的观赛经历。有人举着应援牌，有人穿着偶像同款赛车服，还有人甚至只为了看偶像进场的那一刻。这让传统车迷产生了一种复杂情绪。一方面，他们欢迎更多人关注赛车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担心赛事逐渐变成一种娱乐活动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或许正是体育文化成长必须经历的一步。因为在任何国家，体育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大众关注度。明星或许只是一个入口。当粉丝第一次走进赛道，他们也许是为了偶像而来，但当赛车引擎轰鸣，当车辆高速过弯，当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时，许多人会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赛车的魅力。也许多年之后，他们不再只是粉丝，而是真正的车迷。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明星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对赛事的破坏，而是一种意外的推动力。很多人看到 GT3 比赛门票火爆，都会以为中国赛车已经进入黄金时代。但事实上，行业内部的人却更加清楚，中国赛车文化仍然处在成长阶段。与欧洲或日本相比，中国的赛车文化起步较晚。真正稳定的车迷群体规模仍然有限，大部分赛事仍然需要依赖赞助、品牌合作以及媒体曝光来维持运营。这也是为什么明星的出现会如此引人关注。一位赛事策划曾经坦言，如果没有话题，没有流量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比赛什么时候举行。而当王一博出现在赛场后，情况明显不同。媒体开始报道，社交平台开始讨论，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大量赛事片段。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国内也有 GT3 级别的赛事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关注点集中在明星身上时，赛车本身是否会被忽略？一些车迷担心赛事会被娱乐化，而一些业内人士则认为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。因为任何体育文化的形成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明星、媒体、资本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也许有一天，中国赛车可以像足球、篮球一样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任何能够让更多人关注赛道的机会都显得格外珍贵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有一句非常现实的话，没有讨论就没有热度。如果没有王一博 GT3 门票卖不完这个话题出现之后，网络立刻分成了两派。一派认为这是对明星影响力的真实反应，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对赛车运动的不尊重。然而，无论站在哪一边，人们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 ：GT3 比赛。这正是争议的力量。当话题不断发酵时，越来越多原本不关注赛车的人开始好奇 ：GT3 到底是什么？比赛真的这么精彩吗？王一博的成绩到底如何？于是，他们开始搜索比赛视频，查看赛道资料，甚至关注赛车直播。